旋即，萧炎一出手，便是将自己五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彻底的爆发出来。江陵神君也早就猜到对方的实力不简单，想必这就是他的真正修为了。感受到与自己同等修为境界时，也就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呵呵，有点意思，我们全力出手吧。话音一落，江陵神君便是将自己同样五重天位神巅峰的力量展现出来，并且手中出现了一把特殊的长剑。这长剑的出现，竟是让的江陵神君本身力量再次提升了一丝。竟然是神器。萧炎感受到对方拿出真本事后，也不敢轻视，毕竟对方的实力也很强大，比起六域天神君不知道强大的多少倍。在下一刻，萧炎也果断地召唤出了混色火焰的三昧神火，而不是幻虚地炎神火。面对同等境界的对手，萧炎还是需要拿出一些真东西的。那是……当混色火焰出现之后，在场的五域天强者们的眼瞳却是豁然大睁了起来，特别是实力达到了五重天位神的超级神器，心中的那股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是神火，原来你的身上不止一道神火。之前与其他神君对战的时候，那火焰是炫白色的，现在的火焰竟然是混色的。江陵神君在萧炎师展出三昧神火后，也的确有些一惊了。要知道，一人的体内是容不下2道以上的神火，有时候连一道神火收服都有些困难和危险。感受到萧炎的三昧神火后，江陵神君也是将自己的力量施展到极致，准备在神器力量的加持下施展出自己最强的神技。天空上，江陵神君移动着长剑，然后强大的神力尽数灌入其中，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可怕气息足以击杀一些寻常的五重天位神。他的双手死死握着不断跳跃的长剑，其上所蕴含的恐怖能量已经让他都有些难以把握。某一刻，当长剑之上的能量酝酿到巅峰状态之时，江陵神君终于是不再压抑，脸上浮现一脸凝重。随着一道清脆喝声响起，长剑之上本就刺眼的剑光再度猛然暴涨，一时间剑上强光居然掩盖了天空上赤阳的光芒。大神界要天圣剑诀。天空上，江陵神君的声音落下后，恐怖的能量波动终于是暴动而起，一股凌厉的可怕剑气自天空之上宛如降临一般，铺天盖地地对着萧炎爆射而去。恐怖的剑气直接将空间洞穿，甚至下方的大地在那凌厉剑气的压迫下，剑还没到，居然直接崩裂出了一道道蔓延10丈远的裂缝出来。感受到天空上那股剑气的恐怖，那些五域天的强者们急忙旋转神力，一股股天位神力自他们体内升腾而出，最后凝聚成了一副巨大的能量罩，借此方才摆脱了天空上剑气所造成的压迫。居然是顶级大神技，没想到神君大人对付此人，竟然直接拿出自己最强的底牌。抬头望着那犹如一轮明日坠落而下的剑气，各大强者心中激起一丝荡漾。萧兄弟的实力变得更强大了很多很多。天星主的目光转向萧炎，现在萧炎所展现出来的实力足以可以对战江陵神君。然而下一刻，萧炎接下来的攻势更是让得在场所有人眼瞳骤然一缩。只见虚空中的萧炎将手中的混色火焰直接一挥手，脱离手掌心，瞬间四周便是出现了无尽的混色火海，恐怖的温度炙烤着这片天地。不少五域天的强者纷纷暴退开去，就连刚刚出现拦阻萧炎的数十位强者都暂避锋芒。紧接着，萧炎以三昧神火笼罩自己的身躯，燃烧这片混色的火海。自火海的深处升起一朵万丈的火莲，其上跳跃着3种颜色，每一道颜色都是代表着一种足以毁灭一切万物的恐怖力量。五域天神君，尝尝我这神怒三昧莲的恐怖之威吧！随着萧炎的声音落下之后，那身后的万丈火莲的恐怖气息直接对着虚空上怒劈下来的强大剑气散发而去。他竟然将神火凝练出这种姿态。诸多强者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所施展出来的神怒三昧莲，那所散发出来的恐怖毁灭波动，瞬间让他们都目瞪口呆了起来。而更震惊的并非是他们这些人，而是那悬浮在天空之上刚刚释放出恐怖大神技的江陵神君。此刻他的紧皱着眉头，虽然自己已经施展出了自己最强的一招，可不知为何心中却是升腾起许些的不安与危险。满场的目光聚集在那朵万丈三昧莲花之上，他们已经感觉到这朵火莲的不凡。一些靠近2人战圈的强者们已经将身体表面上的防护罩加厚了一些，生怕等会的冲击波会伤及到他们。萧炎稳稳地操控着这朵万丈火莲，旋即抬起头来，那股凌厉的可怕剑气所带来的压力几乎让得萧炎的身体都略微有些斜倾起来。萧炎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猛然屈指弹在万丈的火莲之上，轻声喃喃道：“去吧，神怒三昧莲。”声音落下，3种颜色的火莲猛然脱离而出，化为一道流光，宛如流星一般，闪电般的对着飞射而来的炽日光剑迎了上去。在无数道紧张目光注视下，2道流光飞速闪逝半空，最后犹如陨石相撞一般，狠狠地对撞在了一起。巨大的轰鸣声在这一刻响彻了这片空间中，雷鸣巨响，宛如雷神的怒火，让得人的心神忍不住的有些恐惧颤抖。巨响过后，是那犹如火山爆发般的盛开而来的能量碰撞，
两道凶悍无匹的能量在半空中略一接触，便是彼此疯狂地释放出了各自所隐含的恐怖能量。能量风暴呼啸而过，天空之上爆盛而开的能量冲击波也是宛如天火降临一般，对着不远处的江陵神君方向席卷而去。能量冲击波率先接触到一些距离较近的那些五欲天之人所设置的防御罩，不过后者明显小觑了两股能量所碰撞而发出的恐怖波。当即那些略显脆弱的防御罩立刻被强大的能量冲击波摧枯拉朽的完全摧毁，一些实力稍弱的五欲天之人更是脸色一白，鲜血狂喷了出来。不好，加厚防御罩！望着那些在能量冲击波下一败涂地的五欲天之人，那位实力在五重天卫神初期的男子急忙大喝道：是！听得那位男子的喝声，在场的强者们齐声应和，天空中再次传出一道末日般的巨响。随着双方这力量碰撞持续之下，整个天地变得扭曲起来，恐怖的能量波也瞬间引得这片天地剧烈的震动起来。没想到仅仅一出手，双方都施展出了如此可怕的招式，引得在场的所有五欲天强者都纷纷惊叹不已，个个都已经震惊地张大了嘴巴，他们的表情都是异常的格外扭曲。如此恐怖的力量，刚刚要不是他们提早隔着远距离，早已经被席卷出来的攻势所击成重伤。那人的实力竟然已经恐怖到这等程度，那混色火莲的恐怖力量更是能够轻易的毁灭一切万物啊！实力五重天卫神的男子不禁的喃喃道。片刻之后，天空上的那股可怕力量才渐渐的消散开去，那处对碰的空间竟然已经崩碎开去，不过也很快恢复到了原样。毕竟这第一等级世界的空间有着非常强大的法则能量，就算被强大的力量所波及崩塌，也不会彻底的毁灭。众人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虚空上刚刚对碰下的地方，究竟现在是哪一方胜利？而在这么一看之下，那上空处依旧站立着两道身影，看来刚刚在那强大的对碰下，双方皆是没有受伤，看起样子应该是战平了。那个人竟然拿挡下了神君大人的最强一招，这不太可能吧？见到虚空中萧炎依旧完好无损的样子，使得五欲天之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的神君大人乃是一名实力达到了五重天卫神巅峰的超级神器，为何在施展全力之下还是无法击败对方？然后下一刻，江陵神君的手臂上传来一股疼痛，血液溢了出来。什么？神君大人受伤了？五欲天的强者们个个震惊无比，刚刚神君大人已经施展全力对战，竟然还被对方击伤了，这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萧炎淡淡的说道。如果之前不是在天星主口中得知了江陵神君对灵动牧尘照顾的份上，同时也想测试一下这位江陵神君是否与其他神君一样，萧炎的这一记神怒三昧莲可不仅仅只是这样的威力。江陵神君也是无奈一笑，被对方击伤也并没有因为这事生气，反而对眼前这位黑袍面具男子感到更加的兴趣了。刚刚你应该是留手了，不然恐怕我现在可不只是受伤而已，怕是已经受了重伤。你的天赋和实力，就算面对一名六重天卫神也有一战之力了。闻言，萧炎也不置可否，自己的确留手了。紧接着江陵神君继续说道，你这样的天赋实力还真是难得一见，已经不弱于几十年前我遇到了另外两位天赋的奇才。一听到另外两位天赋的奇才后，萧炎有些动容起来，沉声道，你说的那两位天赋奇才是不是灵动和沐尘二人？见对方竟然说出了灵动沐尘的名字，江陵神君仿佛有些惊呆了一下，眉头微微一皱道，你与他们二人认识？萧炎也并没有否认，当即点点头，在确定了江陵神君的确与其他神君不同后，也放下了心中的一丝芥蒂。此番来神奇联盟，我就是来找他们二人。萧炎也不忌讳的将自己来此目的讲了出来，或许是一种感觉，江陵神君能够让他信服。知晓了眼前这位黑袍面具男子竟是来找灵动沐尘后，江陵神君的内心也是激起了千层浪。对于他们二人，江陵神君对其也是感到十分的惋惜。小兄弟，我们借一步说话。然后再对着周围的五欲天之人吩咐道，今日所发生的事都不要给我放出去，不然违则杀无赦。然后就带着萧炎天星主和素素几人消失在了这片天地间，只留下了那些还愣在原地的五欲天强者们，摸不着头脑的面面相觑。江河谷这里的天空格外的蓝，与其他下域天截然不同，云层洁白，离地面很低，仿佛稍微一伸手就能触碰到。戈壁、山地、草场都很宁静，简直像是一片与世无争的净土。还有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长江，在这条江边，一排排老柳低垂，柳叶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讲述着一些故事。江水潺潺流淌，发出轻柔的声响。在长江的深处，有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山峰，矗立在长江之中，宛如一道道巨大的屏障，隔绝了外界。山峰之巅，云海翻涌，山峦若隐若现，恰似一幅泼墨山水画，同时散发出了更为精纯的神怨之气。这里简直就是修炼者的圣地一般。此时有4道身影划过天际，最后都落在了山峰之巅。萧炎他们来到此处后，心旷神怡，特别是天星主和素素二人，连体内的神元之气都有所提升的迹象。这里已经隔绝了外界一切事物，小兄弟想要问什么尽管问，我都会回答你。江陵神君也直接进入主题，见江陵神君如此的爽快，萧炎倒是对其有些好感，当即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断地问道，我想知道一下，
灵动和沐尘二人现在被关押在何处？本来进入神器联盟就是为了更多的神之资源修炼，为何他们会被炼制成御灵？听完萧炎的话后，江陵神君的神色也逐渐变得无比的凝重起来。沉默了片刻之后，才将其中的事情缘由一一道了出来。此事关乎到我们神器联盟中的高层秘密。不过，既然你是来找林动和沐尘二位，我便将此事告诉你也无妨。萧炎直接是竖起耳朵，毕竟能够了解到神器联盟的一些高层秘密，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此说来，林动与沐尘二人恐怕在高层那些人物的手里了。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们二人受到神器联盟的制裁？而且当时林动、沐尘他们说，神器联盟正在建造一个什么难以想象的东西，具体是在建造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